你敢信？因为生产香蕉，会有这么个国家被一家水果公司搞得天翻地覆，甚至引发了20年的内战，导致数十万人无家可归，直到现在还有很多人依旧穷得吃不饱饭。那危地马拉就这么倒霉，而他倒霉的原因呢，就是因为美国想吃到便宜的香蕉。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？今天球哥就带大家来了解了解。危地马拉位于北美洲南部，与墨西哥、伯利兹、洪都拉斯以及萨尔瓦多接壤，国土面积不大，仅有10.89万平方公里，人口约1860万人。都说离美国太近呢，就没啥好事。危地马拉就是，人均 GDP 仅5600美元，经济支柱呢就农业，全国有一半以上的人都是干农业，主要种的呢就香蕉啥的，所以危地马拉呢也被叫做香蕉共和国。当然，种香蕉的不只有危地马拉，周围一圈呢都是它的难兄难弟，所以你说都是买香蕉，产品质量也差不多，当然是买越便宜的越好。但越便宜呢，也就意味着利润低了，农民都赚不到钱。至于还有不少人生活在贫困线之下，本来就没钱儿，再加上几十年的内战，工业发展不起来，就只有靠农业稍微撑一撑。但现在种香蕉也不行了，利润低，那就更发展不了工业了。于是呢，危地马拉的工业直接爆炸。说实话啊，危地马拉会这么惨，和美国脱不了干系。甚至说，危地马拉之所以会打响内战，完全就是美国的问题。说细一点，就是一家水果公司引起的。真的很难想象，区水果公司怎么就能把一个国家搞得天翻地覆的呢？危地马拉被称为香蕉共和国，但这词儿呢可不是什么好词儿。说简单点儿，那就是被美国控制经济命脉的国家，经济全靠农业发展，为啥不发展工业？是不想吗？不是不能。自从危地马拉独立之后，就没过上一天安稳日子。政府呢是换了又换，直到过了50几年才稳定下来。结果新总统转头就把国家给买了。当时美国人很痴迷于吃香蕉，所以呢就有人把主意打到了适合种香蕉的中美洲，危地马拉自然就被盯上了。当时联合果品呢和危地马拉签了个合同，表示公司会在危地马拉修一条铁路，而代价呢就是要交出部分铁路的所有权以及免税转让土地。靠着这一合同，有没有竞争对手？联合果品在危地马拉疯狂的兼并土地，建立起香蕉种植园，面积甚至达到了几十万亩。不仅如此，靠着掌握着交通和经济命脉，联合果品俨然不把当地政府放在眼里，不仅修订法律，还肆意击杀反抗的种植园员工，一副国中之国的样子。直到阿本斯这个民选总统上台后，危地马拉立马就进行了土地改革，要把被联合果品拿走的土地拿回来。当然呢，阿本斯也不会让他吃亏，就按照当初联合果品申报的价格回收所有土地。当初联合果品就用几乎白送的价格买到了土地，现在又想让他们吐出来，这是不可能的。阿本斯就乐了，嘿，既然软的不行，干脆就来硬的，直接把所有土地一并征收了，管你同不同意。这可把联合果品气得不行，当场就决定要给阿本斯点银子瞧瞧。危地马拉强硬地收回自家土地，让联合果品损失了一大块的肥肉。平时在危地马拉横行霸道惯了，他哪受过这种委屈？于是马上就找美国去告状，说这帮人已经无法无天到这个地步了，居然不肯乖乖的让自己剥削，还想反抗。现在都敢反抗了，那之后敢做什么？这想都不敢想啊！不过状是告好了，想美国出手还是得找点理由。很快他们就想到了个计划。那时吧，正值冷战时期，再加上美国在朝鲜和越南上的频频失利，让他对红色文化怕得要命，一有点风吹草动就受不了。于是联合果品就造谣，说那阿本斯染上了红色文化了。要知道危地马拉可是美国的后花园，这太危险了，把阿本斯都搞懵了，直呼冤枉啊！但美国可不管这些，反正理由就找到了，然后就是他们的拿手好戏，先是经济制裁，然后联合周边国家孤立危地马拉，再通过电台啥的来大肆的污蔑阿本斯及其政府，说这个人贪污腐败。等到时机成熟后，美国立马发动政变，最终在1984年的一场混乱里，阿本斯被迫逃往国外，这就是有名的香蕉战争。事实上，在后来收集的上万份的文件里，都没发现危地马拉和苏联有半毛钱的关系。也是从这一年开始，危地马拉开启了长达30多年的内战，造成了几十万人的伤亡，损失了数十亿经济。但对美国来说重要吗？不重要。联合果品还能不能在危地马拉继续作威作福，美国人能不能继续吃到便宜的香蕉才是最重要的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，麻烦各位看官，你发起的小手点了一个点赞关注呗，咱们下期再见。